读西方，我们透过西方的理论，我们借用它回来看看自己。当我们在西方的理论里告诉我们，一个婴儿能够好好长大，他需要一个身心健康、成熟的母亲。那么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妈妈，你要回头想她现在大概几岁？有的人的妈妈很年轻嘛，有的妈妈年纪比较大一点，你大概可以推算她是民国几年的人。你大概可以回头看到，哦，那我的外婆呢？这是因为我要准备课，我用我的经验来讲。当然，我跟你们的年代可能我们差异很不一样，因为我出生在50年代的台湾，一个很穷，刚刚开始醒过来的台湾，很穷。好，当我们说妈妈很重要，那我们就会去想，我的妈妈她是怎么长大的？其实我拿这个摇篮，这摇篮我是熟悉的，因为在我小时候，我用这个摇篮摇过我的每一个堂妹、堂弟家族里的小孩，所以这个在50年代的我是熟悉的。但是我回想我的妈妈，我却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她怎么长大。同时，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被对待的。这个养育她的外婆，我的外婆，是怎么照顾她的，我不知道。当我想要去，因为我学心理学，心理学就要回来整理自己。那我那时候还没有，就是台湾刚刚解严，我读研究所，所以我的脑海里，我认为我的妈妈、我的爸爸读的是徐志摩、梁启超的文章，我认为的，因为民国20几年、30几年，他应该认识徐志摩。然后我就开始想象，不对，我妈妈他们在日据时代，那他们应该没有读过徐志摩。我的一开始的醒觉是我开始看见我脑海里认为的不是他们的生活，他们没有生活在我的教科书里，而他们的人生我不认识，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个研究。我才开始发现，爸爸或者阿公或者妈妈或者阿嬷，他们在教科书里曾经存在的时代，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代。日据时代，那是什么啊？我从来不知道啊。我才开始发现，一整代人面目模糊，一整代人没有被看见，一整代人。当然，因为我的家族没有外省人，所以我也会好奇，那外省人呢？他们是怎么长大的？他们怎么啦？我去从我是台湾本土小孩的角度来看我的妈妈在台湾光复，大概台湾光复没有几年，她才出生。可是养育她的妈妈，我的阿嬷，在日据时代，我的外婆，我的阿公阿嬷都在日据时代，我的爸爸
出生在日据时代，我从来不知道。然后我的阿嬷，我们说阿太，客家人说阿太，他们的妈妈，他们在清朝他不是中华民国，不是不是，他们是怎么长大的？好，作家杨度就说我来讲一讲殖民地50年。当年台湾是被丢出去的，你一生下来你就拿日本身份证，所以你是日本人我的祖母说，就杨度啦，杨度的祖母说，我出生的时候我是清朝人，我生了儿子变日本人，我生了孙子变中国人。其实我也有这个困惑，就在我身上。我小学的时候，我们教室的标语，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这样礼义廉耻。然后有一天，现在我在看电视的时候，不能讲我是中国人，因为我连我自己也不会觉得我是中国人，因为那个代表的是大陆，不是。那我应该怎么讲我是谁？你就中华民国，对，但是中华民国好像不代表有着日本殖民的文化里面的我，那个文化遗留在我生活里的那个，那我要说我是谁？好，我想你们比较没有，因为你们没有跨这个时代，你们一出生就是台湾，你们大概不会觉得很混淆，但是整个台湾社会很混淆，一到选举，全部的混淆都会跑出来。1895年这部电影，他在记录这个是客家人的反抗日本殖民的开始。那其实我们的阿嬷，我的阿嬷，你的阿祖吧，可能是这样在他们那一代人，他们是心心念念觉得自己就是清朝，他就是清朝的子民。他们希望这个是李鸿章，他们上书李鸿章，告诉他你不可以把我们丢了，台湾你不要抛弃台湾人。好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曾经我是清朝人，我们的历史，我们的阿公阿嬷就活在那里我的阿嬷，你的阿祖。好，这个呢是在讲日本军开始殖民，开始霸占地方士绅这个殖民的历史。而我要讲的是这里面的每一个人。林献堂，他是雾峰林家的，也是整个台湾令人尊敬的一个人。他在日据时代，他想办法让台湾的老百姓有尊严的活着。我们说他们就是那种民主的斗士吧他出生，他14岁以前，他是清朝人，他读的是汉文，他讲的是汉文，我们现在讲的国语吧所以在他14岁的时候，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，他非常有适应困难，因为他听不懂那个报纸每天发行的报纸打开看不懂，都是日文。他们在社会上突然间变成，你可以想象吗？突然间我们整个台湾每天的报纸打开来都是西班牙文，当然你们会懂，我们不会懂就是通通都是你看不懂的文字。广播，每天的那个 radio 那种叫什么收音机，
报告新闻，全部都是听不懂的日文。在他们那一代人是很失落、很创伤的，因为他们融不进这个社会里来。而他在整个中年，你看他穿西装啊，他死都不穿和服，可是他是台湾士绅的第1名，整个日本政府最在乎的就是他很有影响力，他死都不穿和服。你要知道，他心里是有中国的情怀的，他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。可是他的晚年，中华民国来了，他被这个他心心念念的祖国当成汉奸，他被整个国民党盯上，因为他服务过日本政府，因为日本政府很在乎他，所以他曾经在日据时代当过台湾的什么什么什么长啊，就是那种当官啊。所以国民党来的时候把他当汉奸，他一生都想做中国人，结果这个祖国来了，把他当外国人。他因为没办法活在中华民国统治的台湾，他流亡日本，最后死在日本。那他的故事其实某种程度在讲我们的阿祖那一代人，他们心里的不适应跟痛苦，但恰恰好他们的所有的感受是外省人不懂的，这变成2种痛苦。这一群人很痛苦，但外省人看不懂你们在痛苦什么啊？而这种认同的混淆跟矛盾，一代传过一代。你说林献堂已经往生啦，对，但现在呢，这种你是中国人，你是台湾人，不，我们不是中国人，你是台湾人，我应该还有一点中国文化深远的传统。那你是哪里人？我中华民国，我好像我也搞不清我要怎么介绍我自己哈。这个感觉常常流露在民间，现在的你们，在你们身上，一代一代的传递着。那这个是赛德克巴莱的故事，对不对？那个演那个魏德胜，他去拍原住民。那这个原住民的年轻人，在日本的殖民地当警察，他服务整个公家机关，可是他心里有一个混淆：我死的时候啊，我到底是要葬在哪里呀？我是天皇的子民吗？还是我是赛德克祖灵的子孙啊？很混淆，我是谁？这个酋长，他曾经质问那个小警察，他问他：“你将来是要进入日本的神社吗？还是要进我们祖灵的家呢？”其实你会知道那一代人的心里的苦，分不出来，我应该是谁？我们说创伤会遗传，今天的台湾全部都在争一个我是谁，我应该认同我是谁。而我要讲的另一个认同的混淆造成的是什么？好，你看哦，这是林献堂，他出生在1881年，他有一个家族的长辈，有点像阿蒋叔叔那一代人。这个他出生在1878年，他比他大一点，辈分比他大一点。他在日本要殖民的时候，他就变卖他们
林家的财产。雾峰林家很有钱，他变卖家产，把钱拿去给国父，他跑到大陆去，把钱拿去给国父，他是国父很大的一个金主。你可能没想过啊，台湾参与过革命啊，国父的革命，对，他偷偷的跑去大陆，他就一直在大陆，一直在跟国父抗，就是他们不是要推翻清朝嘛？好像在那个时期啊，这边已经被日本殖民了，这边一直要去推翻清朝，所以他是国父的金主啊，然后参与了所有，最后到革命成功，但是他死得很惨。这个是他的家族的晚辈林献堂，一生都不愿意做日本人，但一辈子都在日本的文化的统治跟殖民里活着，活得很纠结。这一位呢，是台湾枪击的第一个共产党员。他在台湾，他从大陆，他是这一位叔叔的儿子。他在大陆眼睁睁的看着国民党的腐败，他就去参加共产党，结果不知道共产党也很腐败，大家都不知道。好，所以他就代表共产党潜伏到台湾来，一直在台湾做活动，最后被抓的时候，他是整个在台湾的共产党员里第一个被枪杀的。那我要说这个历史是，这像不像今天的台湾？我们其实是一家人，我们是同一个家族的血缘，但我们有不同的认同。我们认同的，我们彼此是敌人。国民党跟共产党是敌人，国民党跟日本人跟国民党是敌人。他们因为认同不同的一个他们的信仰吧，家人变仇人。其实今天的台湾越来越有这个问题了。我们不就是一起活在这里的一批人吗？结果我们脑袋装的不同的信仰之后，我们认为我们彼此是仇人。那这个也会遗传在我们的家里啊。好，所以当你回头看我是怎么长大的，这个应该很像客家阿婆，这太像我阿婆的形象了。我不知道闽南人的阿嬷是长这样吗？但是我太熟悉了，满满的田，种不完的农活，然后就简陋的房子，走进里面空荡荡，什么都没有，贫穷的一代人啊，辛苦又贫穷。所以台湾在你身上，在你的身上，我们说我们有清朝、日据、民国还有当代的影响。我会认为你们是当代人，我会认为我是民国那个时代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读的都是这个，但你们读的不是这个，你们脑袋里装的东西跟我们当年装的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以前我是认同这个嘛。我看到李登辉去拜靖国神社的时候，哇，我脑袋都轰了。那个你怎么是台湾总统可以去拜敌人的神社呢？但是当我看到马英九哭长城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哦，那我应该可以理解他们的情怀，那是他们小时候的味道，他想念他的小时候，虽然不合时宜了，可他的整个潜意识都活在他的小时候。我们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人活在不同的氛围里。好，如果我们回头看我们的父母、祖父母，这是用我的角度啦，
因为你的父母应该没有在乱世，但我的父母他们正好在乱世里。所以当我们的阿祖或我们的曾祖父们，他们人生的故事并不美好，他们经历过殖民、北伐、滇缅战争、228事件。可能你的同学里有一些大学，有一些是从滇缅来的，这边来的留学生，因为他们可以拿一点点身份来台湾就是上一代人他们经历过的事件，我们听都没听过。那我们来谈这个战乱因为我们不是在讲安全感吗？所以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战争。1945年是民国34年，这一年我的爸爸，当然这一年可能是你的阿嬷、你的阿公，他的年代。那我的爸爸，他5岁，他跑空袭的时候，他跟我说那种感觉你想都不敢想，就好像大地震，大家觉得哇大地震那种感觉，他们是天天的不定时的轰炸。这是我心目中美好的花莲，我小时候的花莲我很难想象他们在跑空袭的时候，他们是没有车子的，他们是走路跑空袭的。当美国的盟军乌泱泱的轰炸整个台湾，他们是陆续轰炸嘛后来这一天是很重要的一天，那一天5月31号是大轰炸台北。在大轰炸台北之前，美国人已经投了很多的资料，告诉台湾人说，你们要躲起来，我们不会停手，你们最好离开这里。告诉台湾的老百姓，我要开始轰炸了，我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轰炸。这个轰炸有多大呢？你看到起浓烟的地方是总统府。这个轰炸被历史记录成台北大空袭，是2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一部分，一定要摧毁。所以美军总共投弹310吨，没有停，1天1夜，不停的炸，不停的炸，炸到最后一片，这个全部通通都烂光光了。这是台北最严重的一天，3个小时密集轰炸，而台北市全部烧，焦土战争全部烧光。那里面所有的人要经过多大的恐惧？如果你是台北人，如果你的父母是台北人，或你的阿嬷是台北人，他们应该曾经记得一个很恐怖的记忆。我们都住在花莲，我爸爸都觉得惶惶不安，更何况台北。在这个空袭之后，总统府，他们叫总督府，整个毁了。每个人立刻看到的是妻离子散的痛苦。那我们战争离我们很遥远，也离我们很近，因为中共一天到晚想打我们，但它离我们很遥远，因为阿公阿嬷阿祖他们经历的我们不曾经历。而这个是一个金门的纪录片，我们来看一看。
这个呢，可能就是，我们那一代老人，无论你称呼他阿嬷还是阿祖的那一代人，他们曾经的，他们的生命，那他们是带着这种创伤，在养育我们的父母的。我们可能要有这样的眼光来看，这一场战争离我们并没有太远，它就发生在我们的前面2代人那里。如果我们来看，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台湾。台湾其实在日本的现代化里面，台湾走得比中国还早。台湾现代化的比中国还早，因为台湾在强烈的工业化的时候，中国还在打仗。这是2个不同的世界。那我们刚刚看的是金门，那是国军退守，你知道那个是跟中共最后的一次打仗。
那一次打完以后，中共就没有再打了啊。那所以在金门，离我们还算很靠近我们的一个战争里，我们感受到的那一代人的苦难。可是因为我是长在这里嘛，我不认识这里，然后我读的教科书是这里，但这里我又没有很了解，所以我就认真的去查啊。你看哦，他们的战乱，那是没完没了的100多年了，然后38年那一年，这一批大陆的上一代的这一些人来到台湾，所以台湾跟他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们发展了不同的痛苦啊。我要说的叫痛苦。好，来看看这日本人的军队，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好穿的皮鞋，而且还钉了钢钉，因为要派到异地他乡，长时间长距离作战，一双坚固耐用的鞋子，在长途行军跟作战的时候，可以有效的保护士兵的腿，不会受到复杂的地形、尖锐的石头跟树枝的伤害。所以每一个日本兵，他们穿皮鞋。好，这个听说是最骁勇善战的粤军，就广东军，他们配备非常的贫乏。广东军的特征就一定会带斗笠在身后，这一批都是广州的，他们会带这个叫超雷啊，还有雨伞，很贫穷的设备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他们很勇敢，他们的勇敢是就是在国军里面是鼎鼎大名的。看看这些勇敢的士兵们穿的是什么啊？你看到了吗？每个人穿什么？草鞋，绑腿。你知道为什么要绑腿？因为要走很远的路，脚绑起来，血液循环才会一直回流。他们没有好的保护，他们只有用布缠一缠，然后每一个人一双草鞋。这个就是国军，这个年纪可能就是我们的上一代人，阿祖或阿公那一代人，他们年纪轻轻就开始当兵，那他们没有什么鞋子可以穿，自己要给自己绑草鞋。他们没有安全的配备，他们就这样扛着长枪行军。这个是当年的2次世界大战，美国开始参与了。然后美国大兵不认识中国人，所以美国人每一个美国大兵都分了一本本子，介绍中国兵。这个叫做《中国指导手册》，把它翻开，它就开始有第15章介绍中国大兵。这个文章，这个书里面会说，在你和那些中国步兵肩并肩一起战斗很久之前，他们跟我们的步兵很不一样的。他们大多数来自一些小城镇、乡村，一个农民或一个小店主的儿子，然后从军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